讲到这个广修供养的时候我们就要记得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做供养的事情，不是你们去吃饭的时候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这样就供养了。我们一面供养一切众生，好像那个不是众生一样因为我们是真正是有口无心但是呢，当我们慢慢学习到佛法它比较深的那个内涵的时候，我们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慢慢就会体会到我们做布施我们用一种供养的心态，就是不管对象是谁，我都是用供养的心来看他们。佛菩萨呢，他说众生呢就是佛菩萨成佛成菩萨的这个因缘来的。假如没有众生可以度，那么这个佛和菩萨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你们去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时候，发现佛菩萨有度你们吗？有的。然后他用什么方法度呢？阿弥陀佛他让整个环境充满了一种祥和，然后很富裕阿弥陀佛的世界很富裕，在物质上呢很丰富的然后你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想别的事情，就好像你们来这边念经我们这边就好像极乐世界，你看这么庄严的道场，对不对吃饭时间到了，奇怪什么所有的那个饭具里面呢，这个食物就出现了都是我们的阿弥陀佛变出来的让你们这么放松，所以你们就可以用功然后用功的时候呢，你看整个道场念佛念法念僧的声音，念经典的时候呢，什么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对不对37道品什么的都有哎呦像不像极乐世界？像所以我们的祖师们或者我们的一些这些在实践佛法的时候有一定的这个高度成就的人，他们都会经常建设这个道场，然后供大家来用功。那有一些是有法师来领导，然后大家一起来建，也不是这个法师一砖一瓦做出来，不可能当然也有，在以前有一些道场就是这个法师呢到了那边他就自己一砖一瓦这样子来建的，也有的，但是那个是很少数的，多数是大众我们把这个道场建起来。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是共愿所成的阿弥陀佛发了这个愿，然后就很多人来响应他的愿，然后响应他的愿，大家一起修，极乐世界就出现了不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出现，不是这样的不要这样去想所以你看阿弥陀佛他出现在极乐世界他有一天他也会涅槃的，知道吗他涅槃了以后呢，观世音菩萨就接任现在是副校长校长退休，他是校长对不对所以极乐世界呢也是这样的一种运作，也不是恒常不变的，知道吗？也是无常的。然后你看净虚空遍法界有多少的这个佛果世界，你们念这个华严经来自多少地方，多少佛果的那些菩萨来了吗？对不对？到处如果这个世界是恒常不变，他们都来不了
来听，然后来介绍来讲他们的一些经验，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呢学到这个佛法，对，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啊。那么，因为大家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话呢，我们就共同凝聚这个力量啊，然后这个道场、这个净土、佛果，它就会慢慢形成。它不是一个人他发愿了就成就了，不是，就是一群的这个佛，然后还有一些菩萨，大家共同来完成它。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发现到说，我们每天都在做供养的事你们来这边也是来供养护持这个道场，还有呢，来参与这个法会，来念诵经典。念诵经典的过程里面呢，就是你要受用这个法嘛，受用的好所以现在开始有同学说，哎呀，能不能够每年都来办这个我不敢讲是我们的这些领导承办的法事他们如果觉得不错很好有能力办这个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认为想要办，当然我们就随喜，然后也要很多人，你知道多少人？你们在没有来之前，你们来很容易报个名这样子说我要来全程半程这样不是继承你们就来了带了皮包就来了，然后有些还只是带3几件衣服，因为这边还有洗衣服务嘞你看太舒服了可是你不知道说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些负责的筹备的他们要供养很多精神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很愿意做的不过呢我们毕竟还是有烦恼的，虽然很愿意做，有时候有点长这样然后有时候还会还是有的所以如果你们不小心看到我们后面有大家要体谅然后不小心呢，你们自己本身也会，不过你们比较不会啦，有些是因为申诉，有些是因为你们没有什么利害冲突除非到最后发现到说最后一碗饭了，我拿到了你要来那可能就吵起来，但是不会吧每次你们吃，你们想要不剩有时候也不容易我们都尽量做到很足够所以这些呢都是大家共同来广修供养然后成就的。那如果你们都发这个愿心的话，应该这个愿凝聚了以后应该会再实现那如果你们想说哎呀来一次已经很累了或者是看到他们这么累我都不忍心这样那就到此为止那么这些因缘呢，我们都不是我们一个人说了算都是众缘和合，所以大众呢都要有一种供养的心态。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很简单的解释这个供养那我们把它跟这个布施合在一起因为供养的一种呈现的方式就是布施，但是布施我们在讲的时候，有些人用到这个字施就好像我在上面，你在下面施给你这样那我们再把它转一下同样的一种方式，可是呢你的心态不一样，那层次呢就
把它拉起来，然后就发现到说，这个要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所以你们在家里呢，不只是供养父母，不只是供养三宝，包括你们在照顾孩子、跟人家交往的时候，要有这种供养的心态。好，所以真正做到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一切众生啊，那如果能够做到这样，你就发现到说，学佛呢真的是很好，因为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马上就开阔了，而且不止开阔了，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但是我们这个更高的角度不是往看人家觉得不行，而是放广去了啊，放广了，所以你看起来哇，都是能够平等视啊，那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当然，佛菩萨他们更进一步的供养呢，就是给我们无畏啊，就是告诉我们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对不对啊？就是让我们把这个烦恼解脱，然后呢，你烦恼一解脱的时候，你就没有恐惧心，就没有恐怖了。所有的这些颠倒梦想呢，你就可以把它放下了。那么在生活中呢，就是用一种智慧的心来运作。那么这种无畏的供养、无畏的布施呢，是佛菩萨在为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在供养佛菩萨的时候，供养三宝的时候呢，我们也尽量的以这样的一种心态，然后慢慢的去解除自己的烦恼，然后慢慢的去让这样的一种行持能够更加的普及让我们发觉到说，我们身边的人只要听闻到佛法，他们都懂得怎么样去把这个佛法更好的应用在生活里面去。那么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你在生活中应用佛法，跟别人互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不要让人家感觉到压力很大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有什么事情呢，他说要找师父谈谈，不只是这个师父了，还有其他师父，不敢去怕，好像这些师父整天笑都没有用，就是怕你我们都笑到没有力了，还觉得我们很凶然后什么事情呢，远远的看着，要去讲又不敢，要去讲又不敢那如果你们在生活中也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检讨一下，我们也要检讨是不是我们的煞气太重所以呢你们都不敢来了人家说你有什么事去跟师父谈，问一下他，不行，怎么师父很穷表示我们的修养真的不够好让你们产生恐惧的心理。你们怕不怕佛菩萨？不怕哦，当然不怕嘛，你还可以去摸他你打他也没事，对不对但是呢真正讲起来，很多人还是会有一种什么敬畏的心理因为还是心里面呢觉得佛呢很厉害的你打我一下，你小心哦要不知道要有什么回报哦，对不对我们一般人的心理也是这样，但是不是表示说佛对我们这么好，然后也是用供养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打他，我们不怕他就打他你不怕就一定要打的呢所以你们为了不怕师父来打一下师父就不怕了吗？当然不是这些，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世俗上世间现实的现象里面呢，还是会出现这种高下分别
所以呢，还是会出现一种隔离，还是会出现一种程度的不同，然后之间会产生一种隔膜、隔离，不敢亲近，或者是不敢接近，这些都很正常你们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觉得说，哎呀，这样我不是很糟糕？没有，你这个是一种正常的心理，但是这样的心理呢，它会形成障碍嘛，所以我们就要慢慢把这种心理呢，怎么样清理掉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这个修行。所以呢，我们在佛法的修学里面呢，普遍上来讲说，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行持，我们都可以看作是供养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跟人家互动之间一定会有一些，不一定是所谓的利益啦，就是之间会有一些互动的时候呢来来去去的那些物质也好，精神也好，实践也好，都会有的。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抱着一种心态就是广修供养的心态，然后来跟大家互动，然后用一种可以放得很宽的心理我们说海纳百川嘛，对不对？像大海的一种心胸，然后呢去跟人家互动，人家需要我们帮助他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看看怎么样去能够通过这个过程，然后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我们需要的吗？那如果你在生活中，那么在为人中，你都经常能够做到很好的一种方式跟人家互动，什么？你一种很诚恳的心理，所以你照正常的修学的情况，你应该不会缺乏什么，因为你的福报一定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即使需要的时候，你的福报也会帮你呢，很容易或者是很顺畅的，你就能够得到，然后解决你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学佛法的人，不要去担心这些，我们就是用心的去把自己做好，然后去实践这种广修供养的这种行持当然我们的老和尚讲的更深一点还提了好几个名相，也给大家念一下先讲财物的供养那我们先略过了。他要讲的叫做真理的供养。那么真理的供养有几种呢？好几种。如说修行供养，刚才我们提到了你告诉人家佛法好，因为你如说修行，所以你能够跟人家讲它好。利益众生供养你做什么事情，你的心里面都是想怎么样去帮助到别人，利益别人。那么摄受众生供养你在帮助众生的时候，让众生呢愿意随着你，跟你一起来学习，能够摄受。然后还有一个呢，代众生受苦供养我们常常做这个个人修行，个人了，对不对？个人吃饭，个人饱。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带别人受苦呢？但是菩萨就是发愿那发这个愿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他尽量的去做那么所以我们呢有发现到说，有一些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好像看起来也是蛮苦一下的，然后奉献很多的我们这边的菩萨就是带你们受苦了有没有？有你们每天吃饭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群众生，有一群菩萨在那边带你们受苦供养因为他们要
劳作，要在火旁边，然后要再用很多水，然后做那么多热，然后要把这些东西都弄好，带你们受苦了啊！所以你们才这么享乐嘛，对不对？才在极乐世界里面啊。还有群修善根供养啊，这个我们一听我们就知道，不舍菩萨业供养，这个刚才我们有提一下，比如说广修供养，对，我们在做任何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都用这种心理。你只要有这种心在，就是菩提心在，你就不舍菩萨道了啊。有菩萨怎么行？我虽然行持上没有那么直接的像他一样能够做的那么多，但是因为我的心，我们提升啊，用这样的心做，所以不舍这个菩萨业啊。那么还有不离菩提心啊，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哦。因为一离开菩提心，我们的行持呢就回到这个无生空法去了啊。所以你一定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又回来讲，为什么要礼敬诸佛？为什么要称赞如来？为什么要广修供养？哇，都向上。这个就是教你要什么？发菩提心啊！你所行所持呢，都是往菩提心那边去看的，发菩提心啊！所以希望大家在这几天继续念诵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去领悟我们华严经传达给我们的这么好、这么深，又可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运作的这些功德。好，先讲到这里，我们回向啊，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众生以我等，皆共成佛道。祝大家法喜充满，智慧增长，谢谢大家。